这是7000一斤的燕窝，这是2块一斤的萝卜。如果把萝卜切成1毫米的细丝儿，再经过90天的处理后，口感便能够赛燕窝。这便是起源于1000年前的唐朝宫廷名菜牡丹叶菜。它的工序非常舒服，米其林看了直呼内行，你看懂了吗？据说历史上的第一份燕菜用的是一个36斤的大萝卜，我不信，直接切片成10厘米长且近乎透明的片儿。想见啥来啥，就请打在公屏上。第二步是把萝卜片儿切成1毫米宽的萝卜丝儿，这一步没有技巧，只有熟能生巧。屏住呼吸，凝住气，一刀一刀切下去，直到形成肌肉记忆。梦回之前切文思豆腐的时候了。切好的萝卜丝儿先下冷水泡澡澡，再进漏网甩干干，撒上淀粉，缩水水，送入蒸箱蒸透透，然后洗一洗，挤一挤，萝卜的质地会更加晶莹。这还真的好像燕窝，嘿嘿。接下来就是萝卜蜕变的关键步骤，软化脱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能为一道菜等多久呢？古法的工艺是9蒸9晒，每天晒1到2小时，每次蒸10到20分钟，反复1周不停蒸晒，便能提升筋道的口感，延长保存的时间。但如果碰上了阴雨天或者沾上了雨水，萝卜丝就可能发霉，好可怕呀！古法的晒制不算耗时，但很费事。然而今时今日，只需把萝卜丝冷冻密封静置，就能直接吃，只是还需要静候2160个小时。这3个月，我被们夹坏的手指好了，我棕黄色的发色也变了，冰箱都坏了，换了一台了。那萝卜丝儿是会大便还是小便呢？没事。这是我已经提前1晚上解冻了的，解冻的时间还是挺长的啊，到现在还有一点冰渣。肉眼可见，容器内有大量积水，脱水之后的萝卜丝也变得更加纤细，更加的有韧劲。现在只剩0.5毫米了。至于肉眼不可见的口感嘛，我知道你着急着吃，但是你先别急着吃，因为吃之前还有一点点配菜要制作。好烫。蛋黄蒸成蛋黄糕，切成薄片。蛋黄蒸成的蛋黄糕放凉冷却，再切成薄片。这就是一种手感，我跟你说了，一旦切了就不能停。蛋白摊成薄薄的蛋底，切成弹牙的蛋丝儿，确保一家蛋都整整齐齐，永不分离。之后拿出我提前1晚用朗姆鸡棒果蹄膀文火熬制的8小时高汤，色若凝啊，汤浓汁滑。哎呀，好想喝呀！但牡丹燕菜用的汤不是浓汤，而是清汤，作为整道菜的背景画布，既要凸显出萝卜的白与透，又要衬托出牡丹的滑与秀，因此需要再花80分钟，以开水白菜吊汤的方式下鸡蓉，吸附细微的颗粒，握汤勺除去浑浊的杂味，最后进行精细的过滤，直到汤体清澈如镜，比我美颜后的自拍还干净。叮叮。看到这里，你应该记得我们的主角是萝卜吧？但为了丰富口感的层次，也为了填充美好的寓意，牡丹燕菜的摆盘还需要辅以海参，祝大家福泽似水；牛肉，祝大家精力充沛；火腿，祝大家鸿运相随；细柳，祝大家满载而归。最后用这朵蛋黄糕速成的牡丹花，祝大家花开富贵，健康顺遂。看看这3个月的成果，我忍不住想赋诗一首。黄白红棕如玉佩，又细又匀似冰锥。一壶高汤煨一煨，鲜过肥美麒麟腿。好美好美，周末去河北。按传统的吃法，品汤为先。一勺热汤入喉，仿佛暖黄的烛火点亮了冰封的窗口，油花化作轻盈的春波，在舌尖来回游走，春鲜缠绕着母鸡的魂魄，在食道放声高歌。再来一小口萝卜，这口感，这哪里是萝卜？脆得像踩碎了清晨凝结的薄霜，细得如抚摸着蚕丝羊绒的混纺，甜得像闻到了初雪融化的河床，咸得如畅饮着云露酿成的琼浆，毫无苦涩与辛辣感，只有回甘和微微酸。我想让嫂子也过来一起尝一下。黄花菜脆爽有嚼劲，鸡蛋皮绵软带韧性，牛肉条松软似云絮，海参片滑弹如碧玉。三荤烤汤底，七荤烤公益，只盼你点个小心心。牡丹燕菜的主材不过是便宜又普通的萝卜，在经历了9蒸9晒或冰晶磨砺之后，成为了洛阳水席当之无愧的头牌，与龙门石窟、洛阳牡丹并称为洛阳3绝。
相信同样平凡的我们，在经历了生活的蒸晒与冰霜之后，也能脱胎换骨，淬炼成钢。我想，真正的盛放从来都不是在温室里等人养护、待人欣赏，而是在贫瘠的土壤里奋力生长，向阳怒放。视频看完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加收藏，祝你2026健健康康！